我觉得这是我在市面上第一次看到是你可以换刀柄的刀子，切割感上面是很不错，就是粉末钢的切割感，用 VG10的价格去买到粉末钢的东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现在主流上面刀子的刀柄常常都是这种木柄，不管是这种日式柄的刀子呢，或者是这种西柄的刀子，其实木柄的刀子在厨刀方面呢是相对主流的。当然有一些刀子呢，它业务用的需求呢，它会有像这样子塑胶柄或者是全金属柄的刀子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刀子刀柄呢，你只要买了之后就基本上不会换的啦。就像这种西式木柄的刀子呢，它不太容易会坏，你要自己换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那除非呢，就像这种日式合柄的刀子呢，它刀柄坏了，那你可能就会去找人家来换一个柄来。通常你都没有办法自己在家里面就很轻松的去处理这件事情。这几天我就在网络上发现了一套刀子，很有趣，它就是 Choga-No 出品的极系列的厨刀。那它总一整套下来呢是这样子。这么多看起来很惊人的这样的一个组合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一系列 Choga-No 的极系列的厨刀。Choga-No 的极系列厨刀，它之前是在日本的Campfire 的募资网站上面先有开启募资活动的。那整体的设计呢，我觉得质感非常的好，一个非常现代感的设计。就是从包装上面大家看得出来，它包装其实就很好看，像是一本精装书这样子的状况。它里面就有一个这个是很漂亮的一个信封袋嘛，然后它这个是它里面是说明书，对，它里面有各种的这种说明书，对，就是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啊这样。其实这个一打开，我就觉得说哇塞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厨刀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，打开像是一个大人的一个玩具，对，让你自己组装的大人的玩具的感觉，刀柄。然后呢，这是它的刀子，然后这是它的锁的螺丝，这个应该是所谓的主厨刀吧。那我们先把它的刀子拿出来看看，这一把是他们镀钛的刀子。除了它这个设计呢很酷炫之外，它一开始很吸引我的是它标榜它是粉末制钢，因为很多募资网站他们提出来的厨刀可能有什么高碳钢啊，或者是 VG10的这种钢材，这个呢他们标榜就是他们使用是粉末制钢。那我们知道粉末制钢呢，一般来说它的硬度会非常不错。那这个硬度呢，它官网上面写应该是它有60的硬度。然后粉末制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金属的结构非常的细致跟平均，所以它在磨啊，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它耐久性会比很多钢材还要好很多，这就是非常特别啊！你通常很少会看到这种募资网站会出现粉末制钢的刀子，对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。自己组合刀柄，这个是垫片，红色的，然后螺丝2颗，把它打开来，那我们就来组合它的刀子，螺丝放进去。然后我们把刀子放进去，它刀子的孔其实是有一个角度，对，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圆。这样子的设计呢，是为了防止它在使用之间呢，它螺丝会松脱，所以它就设计一个这样子，让螺丝可以卡在里面，就不会螺丝自己在那边转来转去啊。然后下一片垫片垫上来，最后一片锁上来，然后把螺丝锁上去。然后最后它有附一个这个它的螺丝起子，一致的螺丝起子，所以我们这样先锁上去。这就是它的一把刀子。初步我握起来，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重一点的刀子，它平衡其实就蛮靠后面的，蛮靠刀柄的。这把刀子的当心呢是用粉末钢，不过它这个你看它是一个黑色的样子。它外面有镀一层钛的涂层，就是可以让你防锈，还有就是它切菜的时候会比较不容易粘黏在这上面，非常帅气的刀子。目前我觉得握感其实很好，刀子的刀背这个地方的倒角做得非常舒服。我们知道说很多高级的刀子，像小林啊，像柴田重行啊，这样子的刀子才会把倒角做得这么完美，然后它连这个下面。它这个手指头会接触的地方，它倒角也是做得很好，很舒服。所以目前我握起来，我觉得还不错的。那我们再开箱下一把
一样，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。这把刀颜色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刚刚说这一把是黑色镀钛的刀子，这一把它就是所谓石洗的。石洗的它的刀面会有一个很像镀锌的感觉，它的刀面是这样，其实也很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在日本 Kenfire 募资的时候，其实它只有这一款。就是镀钛的，在台湾开始贩售的时候呢，它就出了新的，就是有石洗的。那等下还有另外一款，它是不锈钢法丝纹的刀面的处理。我其实蛮喜欢这个的，在阳光的折射下面，它会有一个特别的碎花感，就有点像镀锌的一个金属材质。那比较有趣的是呢，它这次在台湾贩售募资的里面呢，除了这种铁灰色镀钛刀柄之外呢，它有出另外一种，这个它是雷雕的刀柄，这是这次在台湾的募资才出现的。因为它之后应该慢慢推出更多的刀柄，有客制化的，还有手刻的这些的刀柄。我觉得他们想的蛮远的，就是你就是可以一直换你的刀柄，就是你，或是你可以自由去搭配你刀柄的样式，或是做出只有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刀柄这样子。可以看一下刀柄的样子，其实这样看起来蛮有趣的一个刀柄。它这个雷雕刀柄呢，其实有一点像是就是原住民的图腾吧。那当然，我想它之后有更多的设计出来啦。它这边一样是做很不错的刀脚，手指接触的地方也都很舒适。它手指接触的地方呢，也是都很舒适的。因为它的刀柄是金属，所以它相对就是较重一点。这个其实说是中式菜刀，因为它有一点弧度在啦，其实比较像是所谓什么肉桂刀这样子的一个状态，在台湾就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一把刀子的刀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它这把是蔬果刀，一样打开是这样子，不过它的配置就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了。那这把蔬果刀它就是用法丝纹方式去呈现的刀身，然后它的是一个法丝纹。要有一个杂志叫《大人的科学》的那个杂志，就你可以自己组一些东西，对，这个就有点那种感觉。重点是你之后如果想要换刀柄的话呢，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DIY 就可以换你的刀柄。我想他们之后应该会出更多有趣的刀柄啊。对，应该会蛮好玩的。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它这样子的握感会很差，我以为就是会是一个只是单纯耍帅的一个刀柄，其实不会，它握感是很好的，它握感是舒适的，至少以我的手，对，以东方人的手来说，虽然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防滑什么什么，可是它其实握起来，它就整体的设计，它这些防滑跟握感，它都有考虑到。对，我从来就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刀子这样。那这一套刀具里面呢，它有一个东西就是剪刀。剪刀打开就相对简单啊，剪刀是不能换柄的。承袭它整个就是原本经典款的这个镀钛的颜色，跟它的红色的这个装饰的颜色，我觉得握起来也是 OK 的，就是蛮有质感的，蛮科技感，蛮好看的。它在一些小细节上面其实都做得蛮好看的。那当你买了好的刀子，你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把它磨砺啊，干嘛保持它的锋利度。可是大家其实常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怎么样去收藏你的刀子。像我自己有时候会用像这种刀架，或是那种磁力的刀架吸住刀子，那是我自己喜欢的方式。然后很多人就是直接就是找个地方随便摆，然后跟其他金属的一样摆在抽屉里面，这样子一个抽屉打开就直接放进去，或者是就是拿一个很金属的
那种栅栏式的，直接就这样插进去，跟很多把刀这样插，然后一插进去，或者甚至你就是直接随便放在台面上，任由它风吹日晒雨打，跟别的刀子砍在一起。那你有好的刀子，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收纳方式。那这个 Chukano 的极系列厨刀呢，它还有一个可以选配的厨刀架，很大一箱，看起来像主体的东西。对，它其他就这样薄薄的一块。打开之后，我觉得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就它有一个这个花，它有2朵花在里面，那是干燥花吗？还是什么固态花？反正它就是2朵花在里面。然后里面呢，就是它的架子，它是一个金属的刀架，这样立着，对，很有质感。它外面是一层金属，可是里面它这边是木头的，对，这边2个都是木头的。所以你刀在收纳的时候，它的刀锋接触到的不会是金属，而是木头，就相对的比较能够保护它。我摆进去，其实刀子又不太会晃，因为它这个圆的地方啊，会直接卡在它的这个洞里面。它每一把刀子在里面都会有自己的空间在，它不会就是互相干扰到。对，它不会互相砍到，它底下这边都是镂空的。就你今天习惯不是很好，你没有擦得很干，你就把它收起来，它也会慢慢在里面风干，它可以有风干的空间，而不会说就闷在里面让它发霉，让它臭掉这样子。我们刚刚说过的这朵花，它这边有个小洞可以插它的花，对，可以插2朵花，这样是不是很可爱？简单的开箱完了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把刀切起来到底怎么样。来试试看它的这把主厨刀，镀钛的主厨刀。哦，这切感很好，切感超棒的。切感还不错，可以切软的东西。它的蔬果刀，很利耶。很利耶，它的蔬果刀超利的，很利，很不错。这切感我喜欢。这声音很舒服哎。不错。哎呦，这没问题啊！对，像胡萝卜这么难切的东西，这样都没问题了。因为主厨刀我们都知道，它前端是这样，它是其实有点做像是剑形的一个厨刀。一般主厨刀的弧度，刀背的弧度跟它不太一样。它做有点像剑形的刀子呢，它是前面的支撑性会很好。对，所以刀尖会坏掉的比例就没那么高，然后可是，一样它有一个很好的刀尖，所以你用这把刀子去做很多精细的工作。对，你可以用这把刀子做很多精细的工作。那我们来切一个也很残酷的东西，叫番茄。番茄它就是一个皮很韧，然后如果你没有弄好，就会很难切的东西。你看，它是可以这样切番茄的。对。平切番茄它是没有问题的。对啊，这样子切这个番茄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切得很薄很薄。对
OK， 没有问题。我觉得这把刀它在设计的时候，其实考量了非常多的需求。对，它是一个非常站在消费者需求去设计的一把刀子。除了这个刀柄的可以替换性之外呢，然后还有这个你开箱的时候的这种惊喜感。这把刀它的耐久性，我觉得它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很多。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一个很多的小细节，譬如说它这个刀底的地方呢，它是把它做一个倒角，它的这个主厨刀也是刀底的地方都有做个倒角，所以你就不太容易会去刮到。最常碰到就是这样手这样子移过来，这样子碰底下，一碰就流血了。其实它设计的时候非常注重它的安全性，这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地方啊。然后整个刀子的切割感也非常不错。粉末钢的刀子在市面上通常卖一把都非常的贵，可是这一套极系列的厨刀呢，它的价格大概就是一把 VG10刀子的价格。对，你就可以买到粉末钢的刀具，基本上市面上应该是看不太到的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状况，就你可以用 VG10的价格去买到粉末钢的东西，可以换刀柄这件事也是我觉得现在业界算独创的一件事情啊。切割感上面是很不错，就是粉末钢的切割感。不过它刀子比较有趣的是，它的长度都不是我们一般的规格内的长度，像它这两把。它的这两把刀子是一样长的，就是都是199，对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它是100，对，就是10公分，对，通常都会是13啊、15啊之类的，可它这个10公分，对，也是蛮妙的一个规格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很有质感，摆在那边看起来就很帅，而且它的设计的像什么通风性啊这些的防腐这些的都很好。好的刀架呢，可以让你的刀子保持更持久的锋利度，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，很多人都会忽略它。要说我觉得有什么样问题的话，就是它稍显重，的确刀子是比较重一点的，尤其是你如果是那种日式和柄的比起来，它的重量会差很多。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会比较concern就是它这边太多锁的地方了。这些地方就比较容易，你在清洗的时候要注意，就是要把它洗干净。然后对一些有人体工学要求的人呢，他的刀柄其实我觉得握起来是舒适的啦。可是每个人人体工学其实也很挑人，对，人体工学非常挑手，像大部分人体工学的刀子，我握起来我都觉得不舒服。就我觉得是看人啦，真的是看人。这个镀钛部分让这把刀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，但是它会非常难磨。那镀钛的部分是整把刀面，然后只有前面一点点，钢芯只有露出来的一点点。所以说你在磨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知道要怎么磨它。对，你的角度要抓好，你的手要很稳，然后要轻轻的磨，不然很可能就会把这个镀钛部分刮花，那就有一点点可惜呀。要小心一点，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这个刀具还有一个很不太好磨的点啊，磨这把刀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它这个部分是够宽的。所以我们在磨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刀柄的部分不会很容易去卡到磨刀石，然后这个当然也就没问题，因为它这个距离也更长了一点，所以它更不容易去磨到。你在磨的时候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但这把就出问题了，可以看到说它的刃基本上跟它的刀柄是很靠近的。在磨的时候呢，你磨到最前面这边，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掌握不好，它就很可能会把你的刀柄刮花，因为它的刀柄呢不是镀钛的呢，就是这种雷雕的，所以如果说刮花的话就很可惜。那我会建议就是说，就把它拆下来啦，就直接这样子去磨。其实这样也还蛮好握，当然你切的时候是不适合这样切，这样磨的时候是 OK 的。那我是建议大家把它拆下来磨啦，就直接拿这个刀片来磨，这样你漂亮的刀柄呢就不会刮花掉。我常常都说刀子颜值非常重要，颜值高的刀子你才会使用。如果今天是一把很丑的刀子，你根本就不想用，那它就是摆在那边生灰尘。可是，一把颜值高的刀子，你就会想要拿来用，拿来用的刀子才是好用的刀子，对吧？对，如果你不拿来用，它就只在那边生灰尘而已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这个刀子呢，目前在这木质上面已经上线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到资讯栏里面就有这木质的连接，直接把你连过去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在挑选，说你要怎么样的刀身，怎么样的刀柄。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